网上有一个热门话题，一件事摆在面前，是做足准备再开始，还是先搞起来？其中有个回答令人印象深刻：人生无法预测，所以我们千万别搞火箭发射。什么叫火箭发射？就是假设现实高度可控，未来可以被预测，我们通过周全的计算和计划，以及高效的执行，就能够取得好的结果。可惜真实世界是不可预测的，很多时候我们的计划根本赶不上变化。因此，如果我们非要等到万事俱备的那一天再出发，可能我们永远也无法启程，因为根本不存在全部准备好的那一天。所以，最好的做法就是在掌握一定的信息量后，赶紧搞起来，一边装配，一边驾驶，一边试错，一边纠正。凡事先搞起来，就成功了一大半。与其忧虑，不如行动。现在很多人都特别容易陷入精神内耗，在面临一件事、一个选择时，心里会有两个小人，这两个小人观点不同，理念不同，吵得不可开交，不断相互拉扯。最后，尽管你什么都没做，但在大脑每一次选择、纠结、焦虑、分散精力中，心里的能量就会被消耗，导致身心疲惫不堪。怎么办？如果一件事在你的脑海中不断推演，让你焦虑不堪，最好的选择就是去做，因为只有行动起来，你就会进入一个尝试、反馈、修正、推进的循环，最终至少有一半的概率能做成，不后悔。举个例子，有个媒体公司有位小记者，有一天他的领导叫他去约访一位名人，他大吃一惊，连忙拒绝，不行，他根本就不认识我。接着他列举出自己不去采访的理由：无名小卒，经验不足。这个记者觉得，即便自己很想见这位名人，但人家未必会接见，心里也暗自琢磨，或许别人去了会比我表现得更好，我还是别去了。他的领导瞥了一眼，拿起电话拨通了对方的电话：你好，我是某某媒体的记者，我想采访某某，不知道他今天能否接见我几分钟？他不会答应的，我的能力还不能采访他，这个小记者惶恐地说。这时电话那头传出声音：1点15分，请准时。这个小记者听后愣在原地，他怎么也没想到自己反复挣扎纠结很久的事情，对方竟想也没想就答应了。这位记者成名后回忆道：那一刻是我20几年来学到的最重要的一课。我能不能做到？这值不值得去做？我要不要试试？选择还是放弃？很多时候，我们在做一件事情之前，习惯把整个事情都推演一遍，臆断出可能遭遇的问题，使自己陷入我如果做了会怎么样的内耗。与其陷入想做但不确定结果如何的纠结中，不妨让自己先搞起来。只要方向大致正确，就别耍小聪明，带着不计得失的心态向前走，你会发现结果越来越清晰。机会往往在行动中产生。现实中我们会碰到很多机会，大多是小机会，但偶尔也有大机会。人生的转折点就在于你面临某个大机会时的抉择。许多人碰到机会时，心里总会想着我的能力还不够，我还没准备好，等下次吧。如果是小机会，那倒不重要，但如果是大机会，可能错过就是错过了，不会再有机会。能成事的人往往都不会因为某些因素限制自己，而是想尽一切办法去达到自己的目的。举个例子，香港珠宝大王郑裕彤。郑裕彤出身贫寒，为了养家糊口，小学毕业后，郑裕彤便到附近的朋友周志远所开的周大福金铺去当学徒。尽管做的是最底层的工作，但他丝毫不懈怠，每天都早早赶到金铺，将金铺收拾打扫得干干净净。店里的伙计大多只知道埋头做本分事，而郑裕彤除了做好本分事外，还特别爱动脑筋，经常琢磨和研究怎样做才能更有利于金铺的发展。一天，老板让他到码头接一位亲戚，这时他看到有一位南洋侨商上了码头，并向人打听哪里可以兑换港币。郑裕彤灵机一动，立即走上前去，说周大福金铺可以兑换，价格也最公道，并立即带路，将这位侨商带进了周大福，之后又马不停蹄地赶回码头接那位亲戚。
郑裕彤的这一做法让周老板大为赞赏。还有一次，伙计们开工好一会儿了，郑裕彤才气喘吁吁地跑进来，老板很生气，问他到哪里去了。郑裕彤回答说，自己看别人家珠宝行做生意去了。老板不禁有些好奇，于是问他看出了什么名堂没有。我看别家的生意比我们店里做的精明，只要客人一踏进店门，店里老板伙计总是笑脸相迎，有问必答，无论生意大小一视同仁。即使这回生意做不成，给人家留下一个好印象，下回他们自然还会光顾。另外，店铺一定要开在做生意的旺地，门面装修也要讲究，特别是做珠宝生意，一定要显得十分气派。郑裕彤的回答让老板不禁对这个小伙计有些刮目相看，他没想到这些经商诀窍能够从这个小学徒的口中总结出来。自那以后，老板开始有意识地培养他，还将女儿嫁给了他。后来他成为香港金行龙头老大周大福的掌门人。在郑裕彤的经营下，周大福已经成为了珠宝行和金铺的代名词。假如郑裕彤面对那位兑换港元的南洋侨商是这么想的，金铺又没多给我工钱，我主动去管什么闲事，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假如他不主动去琢磨怎么做生意，而是想我一个小伙计就算操这份心又有什么用，那么结果又会怎样呢？能成事的人往往不会把事情分为这是该我做的，这是该你做的，而是不分你我，既是公司的事情，也是自己的事情。无论这件事情与自己有没有直接关系，也无论自己的职位多么普通，他们都会当仁不让地去做，机会就会因此而产生。三高手都是在行动中产生，如果这事成不了，那不就白干了？这是很多人在做事前的心理活动。与此相对的是，有的人先上手搞出一个雏形，然后再一步步慢慢前行，这往往拉开了人与人的差距。曾经一位国内有名的作家来学校开讲座，讲座的主题是关于创作与写作。提问环节中，有一位学生问，普通人怎么做才能成为小说家？这位作家给出的答案很简单，今天你回到宿舍，打开电脑，点击一个叫 Word 文档的东西，然后敲下第一个字，你就已经是小说家了。这句话看似很简单，但其实仔细领悟之后非常深刻。如何成为一位小说家？关键不在于方法，而在于行动。我们现在看那些写文章写得特别好，拍视频拍得特别棒的人，会觉得他们的能力超强。但是不管是写文章还是拍视频，都是一个由浅至深的过程，每个人都要经历从生手到熟手的蜕变，而这条路没有捷径。二，拥有行动力的3个思维方式。一、立即行动，拼命去用。你必须有足够的紧迫感，把行动牢牢放在第一位，发自内心的产生去行动的渴望，你才能真正把这件事情完成。当你接触一样东西时，你对它的兴趣和印象是最深刻的。随着时间推移，每一秒每一分，你对它的熟悉程度都在悄无声息地降低，你的技能熟练度在减弱，你在逐步变得对它生疏，慢慢把它忘掉，乃至于好像从来没有见过它，从来没有接触过它。这种弱化是缓慢但无可抵挡的，它就像从你身体里面一点一滴被抽离出来流走。许多人觉察不到这一点，当觉察到的时候，往往已经分毫不剩了。如何抗衡这种弱化的力量？唯一的做法就是赶紧行动起来，用行动去对冲弱化。你的行动越及时，越全力以赴，这种弱化的趋势就更容易被遏制，乃至被扭转。逆水行舟，不进则退。无论是学习任何东西，还是想达成自己的目标，唯有始终抱着这样的心态，才会更容易成功。二、后悔的时间模型。1994年，心理学家 Jalovic 和 Mavic 做过一个实验，他们发现，从短期来看，人们更容易为做错的事情感到后悔，并会想办法去补救、纠正。但一旦把时间拉长，不论强度上还是数量上，没做的后悔程度都会远远超过做错。为什么呢？因为一旦你为做错的事情感到后悔，你通常会采取别的举措去进行弥补，最大限度减轻它对你的损害。因此，
从长期来看，做错所产生的后悔和懊恼，在短期内达到高点，接着就是急剧下降。但反过来，对于没做的事情，你再怎么样也无法去弥补它，反之，它可能会成为你内心中一个永远的遗憾，你会不断往上加码，不断去想着要是我当时如何如何就好了。这种心态不一定是理性合理的，但它的确存在，会严重地影响我们的幸福感。所以当我们面临去行动和再等等的权衡抉择时，只要两者没有显著的差异，并且能承受最坏的结果，这件事情最坏的结果是什么？发生的可能性有多大？如果发生了，我能不能承受得起？有没有补救或弥补的措施？不妨对自己说，试一试吧，毕竟如果不做的话，将来可能会更后悔。3、行动越多，认知越深。在主动做成一件事之前，我们眼里的世界是2维的、扁平的。然而，在主动做成一件事情之后，我们就能够从测试的角度看到3维的、立体的世界，注意到人与人在认知水平上的差别。在立体的世界里，处于高层次的人和处于低层次的人对同一个问题的态度往往有天壤之别。比如《刻意学习》一书是这样描述：你觉得学历没用，是因为你根本不知道学习对你的生活轨迹能带来多少改变；你觉得锻炼身体没有用，正是因为你不去运动，所以感受不到它的价值。处在下一个认知层次的人往往看不到上一个认知层次的风景，因而只能用狭隘的视角来判断，这些东西虽然很有道理，但似乎看起来并没有什么用。这些东西在他们眼里确实没什么用，因为人们无法证明一件没有发生过的事。想要打破这个悖论，只有让自己行动起来，将认知提升到更高的层次，才能做出不同的判断。很多人总是希望先找到自己的人生目标再行动，事实上，如果不行动，我们可能永远也找不到自己的人生目标。毕竟依靠低维度的认知和经历，我们很难看清自己真正想要什么。只有先依据前人的假设走到更高的层次，人生目标才可能慢慢浮现。3、想起来全是问题，做起来才有答案。先行动起来。王阳明说：夫学、问、思、辨，皆所以为学，未有学而不行者也。意思是学习、询问、思考、分辨，这些都是为了学习某一件事，而要掌握这件事，光学不做是不可能的。这个世界上绝大部分人失败不是因为没有思考，而是因为犹豫不决，迟迟没有行动。我们通常说谋定而后动，三思而后行，但是在思考的过程中，我们做事的勇气却一点点被消磨掉。人都有惰性，过度的思考只能带来拖延，而三思又是自己拖延下去的绝佳借口，于是事情就一拖再拖，最终等到拖不下去的时候才仓促行动。而行动起来的时候才发现，有很多问题是在行动中才呈现出来的，而此时已经没有足够的时间和耐心解决这些问题，只能草草收场。事前的三思其实和事实脱节很严重，只有先去做了之后，才能知道问题所在，才能真正解决问题。王阳明从小就立志做圣人，他的父亲听说这件事之后觉得他是狂妄自大，但是王阳明却从立定志向之后就一直在行动的路上，他处处寻师访友，学习做圣人的法门，虽然屡试屡败，但是他却一直在不停地尝试。为了验证格物致知的道理，他特地跑去割竹子，虽然没有割出什么道理，而且还大病了一场，但是他却也因此知道了通过外物寻找理是行不通的，这对他后来开创心学不可谓不重要。正所谓吃了梨子才知是酸是甜，穿上鞋子才知哪里夹脚。只有先行动起来，才能发现有哪些问题，边行动边思考，只有这样才能不断前进。考虑1000次不如去做1次，犹豫10000次不如去实践1次。做还有成功的机会，而不做却是一点机会也没有。不要想太多，先行动起来，纵然华丽的跌倒，也胜过无谓的徘徊。2、注意循序渐进。王阳明曾言：我辈致知，只是各随分线所及。今日良知见在如此，只随今日所知扩充到底。
明日良知又有开悟，便从明日所知扩充到底。这句话的意思是说，我们这些人致知，也只是依据各自的能力尽力而为之。今天的良知仅到这样的程度，就只依据今天所理解的延伸到底。明天良知又有新的体悟，那就从明天所理解的延伸到底，如此方式精一的功夫。同别人探讨学问，也必须依据他的能力所及。俗话说得好，一口吃不了个大胖子，万事万物都是一点点积累起来的。要想做到知行合一，就一定要注意循序渐进。荀子《劝学》中说，学习从哪儿开始呢？到哪儿终结呢？答曰，依其顺序来说，就是从《尚书》开始，到读《礼经》终结；依其意义来说，就是从成为学士开始，到成为圣人终结。虽然每个人的潜能都是无限的，但是要做事得脚踏实地，一步一步来。只有专心致志地做一件事，才能让自己不断地有新的领悟。这就如同树刚萌芽，用少量的水去浇灌，树芽稍长了一点，再多浇一点水。树从一臂粗到双臂合抱，浇水的多少都要根据树的大小来决定。刚萌生的嫩芽，如果用一桶水去浇灌它，就会把它泡坏了。饭要一口一口吃，路要一步一步走，欲速则不达，揠苗助长，是不可能获得成功的。三要在世上磨练。王阳明曾说，人须在世上磨练做功夫，乃有益。若只好静，遇事变乱，终无长进。那静事功夫，亦差似收敛，而实放逆也。意思是，人必须在世上磨练，在世上用功才会有帮助。若只爱静，遇事就会慌乱，始终不会有进步。那静时的功夫，表面看是收敛，实际上却是放纵沉沦。王阳明有个弟子是做官的，他有心学习知行合一的学问，但是他平时公务繁忙，担心学不好，于是问王阳明应该如何取舍。王阳明笑着对他说，我什么时候说过要你抛下公务来听我讲学呢？我的学问是行的学问，需要在世上磨练才行。你在断案的时候，面对犯人，不会因为他的无理而愠怒，不会因为他的讨好而开心，不会因为他的恳求而失去主见，不会因为自己事情庞杂而敷衍了事，时时刻刻注意自己的所思所想，时刻纠正，这就是知行合一的功夫。所以知行合一如果离开了切实的事物，反而会没有边际，找不到下手的地方。日常的工作和学习中，要注意锻炼自己的心态，随时随地每时每刻都是在修行。一个人的能力固然重要，但是心态也同样重要。王阳明南干剿匪，多次身陷险境，但是他却处变不惊，每次都能沉着冷静地分析局势，做出最有利的判断，而这也是王阳明每次都可以化险为夷的关键。在日常中多注意在世上的磨练，在各种事情上锻炼自己的应变能力，让自己心境逐渐处在一种十分稳定的状态下，这样才能锻炼出遇事不慌不乱的素质。四笃行才能出奇迹。王阳明有句话，辩既明矣，思既深矣，问既神矣，学既能矣，又从而不惜其功焉，思之为笃行。意思是，当我们已经分辨清楚，思考缜密，问得详细，已经学会了，还是持续不断的用功，这就叫笃行，这是获得成功的必要前提。不单做学问是这样，做任何事情都是这样，要想做到炉火纯青，就要付出加倍的努力。孔子当年向音乐大师师襄子学琴，师襄子看他天天弹一首曲子，实在看不下去了，就对他说，你弹得不错了，可以试试新曲子了。孔子说，我虽然熟悉了曲子，但是弹奏的技法并没有完全掌握。过了一段时间，师襄子说，你已经掌握了技法了，可以学习新曲子了。孔子说，我虽然掌握了技法，但是还没有领悟作者在曲中蕴含的情感。又过了一段时间，师襄子提醒孔子说，你已经领悟了其中的情感了，是不是可以学习新曲子了呢？孔子说，我还没从曲中领悟到作者的为人。过了一段时间，孔子弹奏曲子的气质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一副庄重肃穆的样子。孔子高兴地对师襄子说，
我终于知道作曲者是个什么样的人了。他志向高远，应该是个统治四方的诸侯，只有周文王有这样的气度。就这样，孔子用了超出常人数倍的时间和精力，精益求精，把这首曲子弹奏得炉火纯青。同时举一反三，孔子在弹奏其他曲子的时候也变得得心应手。俗话说，熟能生巧，巧能生化。在社会浮躁风气渐盛的今天，笃行恰恰是我们最应该学习的一件事。不是说表面上学会了就行，只有通过笃行来不断的琢磨学习，反复咀嚼，才能把事物本身的规律内化于心，做起来才能得心应手，使得自己进入更高的境界中。只有当你像溺水者渴求空气一样去行动，朝着你的目标不断前行，总结迭代，最终才能收获真正的成功。因为我们永远也不会准备好，但我们可以做到听到内心的召唤时就立即起跑。这时候你甚至会发现命运的奇妙之处，这条路就是苦苦寻找想走的路。请记住，所有的事到最后都是好事，如果不是，说明还没到最后。有人说王阳明是中国500年来第一等的人物，他不仅是哲学家，同时还是教育家、政治家、军事家，诗词歌赋也是无一不精。很难想象，一个人在钻研哲学、精研书画、教育子弟的同时，还能有条不紊地带兵打仗、治国理政。纵观王阳明一生，他只要想做什么，几乎没有什么是做不成的。他之所以能够获得这么大的成功，都离不开他知行合一的智慧。只要掌握了知行合一的方法，我们也同样能在庞杂的工作和学习中做到有条不紊、游刃有余，实现自己的目标和理想。关注我，我是才知道，带你解锁更多金钱的真相。